天元10年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本就是大雪浇头，加上寒风刺骨，路上鲜少能看见行人，唯有悠悠的二胡之声不绝于耳。一顶草帽，一个破旧的马甲，再配上一个小板凳，组成了这个演唱天团。二泉映月 ，LVC 经验500，每日拉5遍，疏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祛湿暖身。今日增寿8个时辰，直到系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二胡之声才缓缓停止。收起二胡，拽了拽身后的老牛，老牛熟练地用脚顶起板凳，一人一牛踏在雪中，向远处走去。李平安今年20岁，10年前穿越到这里，成为了一个瞎子。别人家主角要么是平平无奇，赛过古天乐，要么是风华正茂，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最差的无非也就是成为庶子，倒也是吃喝不愁。到了自己这里，一双眼睛只能模糊地看清半米之内的轮廓，几乎就是瞎子。唯一的财产是从小长到大的一头牛，以前还是小小的一只，现在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一点也不可爱。说起来倒也奇怪，这头牛被人偷过数次，每次都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李平安面前，可能这便是老天赐给自己的礼物。可除此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开局一个碗，万物都靠抢。虽然半年前解锁了系统二胡系统，只要拉二胡就能变强，至于具体的作用，李平安也不太了解，只知道自己只要按照系统的要求，在大街上拉二胡，便会获得相应的奖励。姓名李平安，年龄21，寿命55。根骨反骨，功法无，技能二泉映月 LV1，目前作用增加寿命，疏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祛湿暖身，希望系统能让自己过上正常的生活。李平安真不指望打败大魔王，迎娶公主什么的，入朝为官，保卫边疆，守护世界，这些距离自己都太远了，只要自己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就好了。李平安手里拿着一根拐棍，老牛慢悠悠地跟在身后。喂，瞎子！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，李平安的视线之中出现了3个模糊的轮廓，以大虎为首的3人站在了李平安的面前。大虎3人尚未束发而冠，混迹于市井，平时没事干，便喜欢挑事找乐子。一个无亲无故拉二胡的瞎子，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们欺负的对象。李平安没理，扭身要走，大虎却先一步伸腿，将李平安绊倒在地。哈哈哈！3人发出肆无忌惮的嘲笑声，街边摆摊的人全当作没看见，司空见惯。这3个小霸王很少有人敢惹。李平安平静地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雪。大虎又伸手将李平安的拐棍抢走，嘲讽道：“来追我，瞎子！”李平安仍旧没理，自顾自的便要往前走。喂，你这个瓜怂！大虎雄壮的身躯挡在李平安面前，像是一座小山一样。李平安心里无奈，叹了一口气，你们几个再不走，巡街的就要来了。喊话的是卖豆腐的王姑娘，是这条街上出了名的美人，年轻漂亮，身材好。据说年轻的时候追她的男人整日打架，不过后来早早的就嫁了人，但是窥视的目光仍然存在，这也导致豆腐生意特别火爆。毕竟谁不想吃又白又大的豆腐呢？大虎淫荡一笑，老板娘，你可别吓我，我就逗逗他。王姑娘道，闲的没事了逗人家，去边去。大虎3人言语调戏了王姑娘一番，这才悠悠的离开了。李平安拍了拍身上的雪，正准备离开，吃块豆腐吧。王姑娘递过来一袋新鲜的热豆腐，还有5文钱，谢谢。李平安点头致谢。王姑娘一笑，摸了摸老牛的头，路滑慢点走。李平安半眯着眼睛，眼中浮现出王姑娘的轮廓流畅，面部自然的高低起伏，虽然看不清模样，但是相由心生。李平安牵着老牛，一步步踩在雪地上。今天收获，卖艺赚了10文钱，王姑娘给的5文钱，额外获得1块免费的热豆腐，花了9文钱，在街边买了一碗热汤面，配着免费的咸菜和豆腐。李平安吃饱喝足之后，不着急离去，回去也是挨冻，在这里老板也不会赶他。客人多的时候，李平安便自觉地离开，绝不给老板找麻烦，偶尔还能给大家拉个小曲，助兴。老板，一碗面。走进来的是卖豆腐的王姑娘的男人牛二，前几年还踏实本分的一个人，这几年不知怎么的，竟然沾了赌。赌就是赌，无分大小，赌的兴起根本就顾不得许多，上了赌桌，无论是不是高手，无论有钱没钱，不玩到倾家荡产，绝不收手，连累王姑娘一家都不得安宁。手气真娘的差！牛二抱怨道。面馆的老板劝道：“牛二，你说你图什么？家里有产业，还有个那么漂亮媳妇。”牛二哼了一声，图个爽快。老板叹息着摇摇头，哞哞2声牛叫，这是在提醒李平安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我说瞎子，你整日牵头牛做甚？你又没有地。牛二随口道：“不如将这牛卖了，换点钱花花。”李平安淡淡道：“牛不卖，是家传的。”开门，
迎着风雪离开了。瞎子有头牛，这是镇子上人尽皆知的事情。瞎子将这头牛看作了宝贝，据说当年有不怀好意的人想要偷牛，眼看都要得手了，结果被发了疯的瞎子骑着牛拿着菜刀追了2里地。出了这事以后，镇子上都不敢再打瞎子这头牛的主意，就连整日欺负瞎子的大虎都不去碰那牛。回到破庙，裹着破旧的毯子，李平安闭上眼睛，催动体内气血，将脑海中的杂念驱散。不久之后，小腹逐渐灼热起来，经脉开始收缩，冻僵的四肢也恢复了温度。小镇没有劳什子武道功法，李平安只能一点点探索，并且将其亲切地命名为暖身神功。也多亏了他，李平安才能度过寒冷的夜晚。又是一夜的大雪，雪又大又厚，踩在上面咯吱咯吱作响。早起的小贩早早的就支好了摊位，卖什么的都有，油条、豆浆、馅饼、馄饨，香气飘在空气中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李平安牵着老牛，翻开口袋，昨天花了9文钱，现在还有6文钱，早饭还是别吃了，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，李平安早就习惯了。走到街边自己卖唱的地方，要饭的老刘往旁边挪了挪，来了。李平安点点头，算是跟同事打过招呼了。二胡之声悠悠的响起，与此同时，气血之力在体内翻腾开来。听说了吗？后镇子口张家那后生考中秀才了，要大摆宴席。乞丐刘说，到时候你学个欢快点的曲子，说不准能赏你一桌子好酒好菜。欢快一点的曲子，李平安想了一下，一曲奔驰在千里草原在脑海中浮现。没穿越之前，他便是专业的二胡手，这些曲目自然是手到擒来。等到张家大摆宴席这天，镇子上的人几乎都去了，张家也大气的在外面搭起了长棚，每一张桌子上都摆着好酒好菜，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不绝于耳。李平安搬了一个板凳，坐在院子里，欢快的曲调让众人都忍不住鼓起掌来。因为这首曲子，李平安获得了上桌吃饭的机会。糖醋鱼、红肠、烤鹅、烧鸡，平常看不见的菜，极大程度上勾起了李平安的食欲。还没等宴席结束，一群人就嗷嗷的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打包袋子，往里面装着剩菜剩饭。李平安并没有抢，并不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，而是因为他没有袋子，并且眼睛还是瞎的，抢不过这帮人，于是只能趁机多吃一些。吃饱了肚子，一抹嘴便要离开。这里，有人招呼他，是卖豆腐的王姑娘，一手拽着自己的孩子，一手拎着个袋子递给李平安。李平安伸手摸了摸，小半只烧鸡，还有一些花生米跟凉菜。王姑娘又伸手递给他一个茶叶蛋，抱怨道：“这群人下手太快了，你先拿着吧。”说完便再次挤进了人群中，战斗去了。人声嘈杂，他没听见李平安小声说的那一句：“多谢。”技能2拳映月，等级2。经验5000，作用增加寿命，疏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祛湿暖身。驴作用听风刀法40，归西功60。李平安无刀，他的拐棍就是他的刀，他能清楚地感觉到，随着修为的加深，自己的身体有了巨大的变化，尤其是五感变得更加精纯了，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雪花坠落的轨迹。这1年来，李平安的生活也改善了许多。老话说一技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李平安的二胡拉得好，很快便包揽了镇子上的红白喜事，凡是愿意出钱的地方，他都会演奏一曲，给这孤寂的小镇带来些许的乐子。也是在这1年，李平安学会了喝酒，并且把这个坏习惯交给了老牛。李平安的随身物品多了一个酒葫芦，每当他拿起酒葫芦想要喝的时候，都会闻一闻，然后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什么时候挣了大钱，什么时候就能天天喝酒了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天色不早了，李平安照例牵着老牛走在夕阳下，忽然他停住脚步，好奇地瞥向一个方向，没有听见熟悉的卖豆腐声音，也没有看见那个熟悉的轮廓。王姑娘可能是病了吧。第2日仍旧没有见到王姑娘，第3日、第4日同样也是如此。第5日，李平安吃过了面，将1文钱拍在桌面上，向账房打听王姑娘的消息。听说牛二那小子欠了一屁股的羊羔利，房子抵押了，人也跑了。李平安沉声道：“咱们镇子上什么时候有羊羔利了？官府不管吗？”账房轻蔑一笑：“县太爷的侄子开的，那不就跟县太爷开的没什么两样，谁敢管？”李平安拄着拐杖走出了门，外面下起了鹅毛的大雪，又是一片雪白。王姑娘家在镇子东面，白墙青瓦，好房子，只可惜风水不好，养了牛二这么个混蛋玩意，在赌桌上遭了人家陷阱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脚底抹油跑了。李平安敲了敲门，里面没人回应，只有狗吠：“有人在家吗？”好一会儿，里面才响起一个颤巍巍的声音：“是平安吗？”只有王姑娘才会管瞎子叫平安。“是我。”屋门打开，王姑娘看见李平安有些诧异，随即说道：“豆腐今天不弄，明天再来吧。”李平安欲言又止，最后转身便要离开，仿佛他真的只是来买豆腐的。哎，等等！王姑娘从灶台拿了几个馒头，钻进袋子里：“你拿去吧。”李平安不可能无缘无故来找自己，所以王姑娘料想对方必定是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王姑娘又给他了一碗棒子粥，加了一根咸萝卜。李平安干脆蹲在门口，噗呲噗呲吃起来。
以后准备怎么办？王姑娘一愣，反应过来李平安是在跟自己说话，低着头，咬着唇，声音带着几分倔强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还他们钱就是了。李平安没说话，如果真的只是还钱这么简单就好了，利滚利人家吃定你了，就算是家里有座金山也没用。一碗棒子面喝得底朝天，脚步声骤然响起，以大虎为首的5、6个地痞走进院子。哟，你个瞎子倒挺会挑时候，人家丈夫刚走就来雪中送炭了。大虎笑骂：滚滚，别来碍老子眼，没工夫搭理你。大虎半年前傍上了县太爷侄子的大腿，这次是专门来催收债务的。大虎推开李平安，往门口这么一站，色眯眯地盯着王姑娘，咧嘴一笑：我说这钱到底凑没凑齐？上头追我追得可紧。王姑娘为难道：再等等，我一时半会也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不过我保证保证。大虎冷哼一声：那得等猴年马月，就你这每天卖几块豆腐，做梦呢！可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王姑娘嘴唇不住地颤抖着，明明害怕的要死，却也要强装镇定。大虎眉毛挑了挑，嘴角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。要么拿钱，要么拿人，我现在真的没钱。那简单，你这不是还有人吗？大虎语气轻松，大虎身后的小弟都笑了。有人调戏的吹起口哨，王姑娘攥着拳头，脸色红到了极点。她想要做一些什么来让这些男人不这么肆无忌惮，然而孤儿寡母的她却无法做出任何反击。大虎继续道：像你这种美人，不知道青楼里有多少人会喜欢，尤其是生过孩子的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就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别人的老婆，在他们眼里偏偏不喜欢那些厨。说着，大虎回头看了一眼手下的兄弟，你们有人喜欢这一款吗？有，我滚一边去，就你那玩意还行，哈哈哈。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王姑娘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这。如果真被卖到了那种地方，真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办？大虎十分有经验，知道大棒打过了，现在该给甜枣了，于是随手拿了个凳子坐下，语气一变，带着几分怜爱：我知道你难，孤儿寡母的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可是这上头催得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郭公子可说了，年前要是再还不上钱，可就不是我来了。到时候你想想你儿子。后面的话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王姑娘早就被吓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大虎搓了搓手，嘿嘿一笑：以我跟郭公子的关系，帮你说一说话，宽限你个1年半载的，那都是小事。王姑娘狐疑地看着他：你能帮我？当然，只要……大虎伸手拍了拍王姑娘攥着的手，这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。噗呲噗呲，大虎伸手正想再摸摸王姑娘的小脸，门口却突然传来不和谐的声音，好像是那个猪在吃东西一样。大虎皱了皱眉：你能跟郭公子说上话，这可奇了，我还没见过狗能跟主人说上话呢。大虎惊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这是瞎子对自己说的话，这货失心疯了。不过大虎可不管他是不是失心疯，今非得把他舌头剁下来。大虎掐着腰，脸上的肥肉因为气愤一扭一扭的动了起来。你 TMD 找死，这不关他的事。平安，你先走吧。王姑娘急道。大虎从腰间抽出明晃晃的片刀，原本他的武器是一根短粗的木棍，不过自从跟着郭公子加入了火熊帮，便鸟枪换炮，木棍换成了片刀。冰冷的片刀贴在李平安的脸颊上。瞎子，不去街头乞讨，跑这英雄救美来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话音刚落，刀影一闪而过，大虎只觉自己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，一沉一升，下一瞬间刀口便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那个曾经被他欺负过无数次的李瞎子，此刻却手握着刀站在他的面前，寒意彻骨。大虎眼皮抖了抖，一滴冷汗划过大虎的脊背。老子可是郭公子的人，有本事的你把老子砍了。大虎不信这个瞎子敢动手，李平安用刀柄狠狠地戳了戳他的胸口，一阵剧痛传来，哇的一声，大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喷在地上，染红了一片。归西功60，修行者呼吸细长，纳气久闭，是一门内功功法。李平安已经修炼至大半，内力深厚，如果再用几分力道，大虎的五脏六腑会被当场震碎。大虎瞪大了眼睛，喘不上来气。大虎的小弟都吓呆了，这些人平日里最多也就是打打架、斗斗殴，哪里见过这场面？看着那个平日里任由他们欺凌的瞎子，不由觉得有些陌生。滚吧！大虎被小弟搀扶着仓皇跑了。李平安将碗递给王姑娘，一抹嘴，谢谢。你还是出去避避风头吧，这群人会去找你麻烦的。王姑娘满是担忧，虽然她很感激李平安为自己出头，但是大虎现在是郭公子的人，不是他们这些小民百姓能惹得起的。李平安用手压了压头顶的草帽，转身离开了。不过他并没有走远，而是躲在了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，靠着墙拉着老牛坐下。李平安从怀中摸出2个烧饼，一个分给老牛，一个喂进嘴巴里。天边的黑云又积了一层，天渐渐黑了下来，棉布鞋踩在雪地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。从街头浩浩荡荡地走来20多个手持各类武器的汉子，有的他们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在这寒冷的天气里，他们的胸膛都敞开着，露出了狰狞的肌肉。大虎第一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还是在一个瞎子手里。今天要是不把面子找回来，以后也就不用混了。滚滚！街头还有不少小民百姓见状，连忙退至一旁，大气都不敢喘。领头的人叫张武，是郭公子家的打手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倭刀，个头不高，却给人一种凶神恶煞的感觉。大隋人尚武，这年头战乱不断，成年男子上街总以腰挎兵器为荣。一群人直奔王姑娘家中，经过小巷子的时候，却突然停下了。李平安斜靠在墙的一边，身后还跟着一头老牛，将巷子的路给堵死了。张大哥，就是这小子！一见到李平安，大虎顿时火冒三丈。瞎子！张武没想到能将大虎一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人，竟会是一个卖唱的瞎子。我想跟你们当家的谈一谈，可否引荐一下？瞎子低沉的嗓音顺着风飘来。张武冷哼一声，我们当家的没空见你，你伤了我兄弟，这事得要个说法。瞎子抚摸着拐棍，喃喃道：3号、6号、12号，这个月我接了3个活，够我吃2个月的，还能多喝2顿美酒。张武冷笑道：这就是多管闲事的代价，我也不想多管，可谁让他天天送给我豆腐吃？你知道的，谁能拒绝一块豆腐呢？呼呼呼，风雪吹得人有些睁不开眼，耳边忽然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黑影猛然撞破雪幕，带着呼啸的风声，隐约还夹杂着出鞘的刀鸣之音。瞎子的速度极快，站在远处的人只能看到一道残影，近的人只能看到一道淡淡的红光。噗噗几声闷响，便有数名打手哀嚎着倒在地上。不要慌！张武大喝一声，同时手中的刀在手腕上一转，划过一道弧线，斩向前方。然而对手却轻松躲过，忽然一只手抓住他，用力往里拽，张武顿时就摔了个狗吃屎。这他娘的是个瞎子！金铁交鸣之声不断响起，有些人的兵器被斩飞，有些人直接飞出几丈之外，昏死过去，有些人勉强扛住了一击，手臂却再也握不住兵器了。在一片混乱之中，瞎子的刀安静的就像一片雪花在空中飞舞，确切的说，那不是刀，而是一根拐杖。听风刀法四式，张武屏住呼吸，知道对方是个瞎子，趁其不备，手中的大刀带起一道凌厉的风声，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影。瞎子回手一刀，只见借着刀势的速度，一道淡青色的刀钢像是一道光轮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。张武在地上翻滚了几圈，砰的一声摔在地上，胸口有一道1尺多长的伤口，鲜血汩汩而出，面容扭曲，双臂抽搐。大虎早就吓傻了，浑身汗毛直竖，瘫坐在角落里，惊恐地看着李平安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平日里任由他欺凌的瞎子，竟然会是个绝顶高手。真他妈的见了鬼了！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！小的们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大人。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张武，此刻却趴在地上，全然没了往日的威风劲。瞎子沉声道：带我去见你们当家的。鸳鸯楼，安庆县内最大的娱乐场所，是酒楼、青楼、赌场的结合体。赌桌之间隔着一道帘子，里面只有一张小桌，赌客们围成一圈，每个人的面前都堆着筹码。这种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开得起的。主人叫郭宇，郭县令的郭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郭县令的侄子。光开青楼赌场可满足不了郭宇的胃口，暗地里做人口买卖的生意，将本地的女子卖到西域突厥等等。在赌场角落里站着好些护卫家丁，都是身穿劲装，手持兵器，一副门派的模样。一个面容狰狞的中年人正搂着一个妖娆的女子，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风生，正是这的主人郭宇。哼，不和谐的声音打破了这份虚假的热闹。打手张武被扔了进来，紧接着走进来一个瞎子。我找当家的。郭宇眉毛一挑，给人一种不屑于顾的感觉。这鸳鸯楼已经多久没人找过茬了？他挥手示意手下将众多赌客轰走。很快，偌大的赌坊就剩下郭宇与一众护卫，还有戴着斗笠的瞎子，想跟阁下谈一笔生意。郭宇站在2楼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我记得你叫李什么来着？李平安。郭宇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。看不出来你小子本事不小，胆子也不小。阁下过奖了，不过是混口饭吃，干嘛跑我地界来抢饭碗？郭宇冷笑。一众手下已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这个瞎子，就待郭宇一声令下。从他们一板一眼的动作来看，虽然衣着打扮像是江湖中人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，在军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尤其是为首的一玄，不似中原人，耳垂下还戴着一对金光闪闪的耳环。阁下误会了，我与阁下无冤无仇，也不是来抢生意的。东街的牛二是不是欠了您一大笔钱？这钱我来还，还望阁下给个面子，不要再去为难那对母子了。郭宇回忆了一下，想起来，不行，那个女人被爷看上了，你要是看上她了，等爷玩够了，你花点钱来这儿的青楼，说不准能点到她。郭宇嘴角轻轻勾起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，何苦呢？郭宇
语气清冷，杀了他。身后的一名壮汉挥起剔骨刀向瞎子的脑袋砍了过去，噗呲，鲜血飞溅啊！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，接着是钢刀落地的声音，砰的一声，有人倒下了，又有2名汉子惨叫一声，庞大的身躯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落在2丈开外，另一人也是一声惨叫，肩上挨了一刀，当时鲜血狂喷。瞎子夺过了一柄弧刀，刀刃锋利，刀背薄，刀柄弯曲。一旋猛踏一步，一刀当头劈来，2道身影交织在一起，每一刀都带起一股凌厉的劲风，一刀接着一刀，快得让人心惊肉跳。几个呼吸间，一旋便已负伤，脱口而出：“好刀法！离开军营多年，这等高手实属罕见。”瞎子摊开手掌，将手中的筹码用龟息功法尽数射出，嗖嗖嗖，目标直奔四周的明火，顿时赌方陷入到了黑暗当中，人影错落，刀光连闪，或明或暗混战在一起，场面混乱到了极点。一玄大喝一声：“不要乱！”几个贴身护卫落在一玄四周，刀口冲外，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法阻止这个瞎子。人群中不断传来惨叫声，从他们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起，就注定了他们的结局。一玄几人组成的阵型暂时还没有受到攻击，可是四周的惨叫声像是一柄尖刀刺入了他们的心脏。一道刀光在空中一闪而逝，斜斜地劈在了一个大汉的身上。那汉子惨叫一声，在地上打了个滚。一玄目光一凝，双手握刀，在空中划出一片刀幕，身子一闪，已到了那大汉倒地的地方。瞎子往左一闪，躲开了这一刀，反应已是极快，但仍是被划伤。趁此机会，一人从身后跳出，刀光如雪，快如闪电。但听那人惨叫一声，连头带肩都被一刀劈了下来。一切看似漫长，实则都是电光火石之间。一玄深吸一口气，知道今天是遇见狠茬了。耀眼的刀光再次划过，刀光交织在一起，借着刀光，双方都再次看清了对方，惨白的眼眸在眼前闪烁。这些年，一玄的心已经足够冷硬，足够狠辣，见惯了生死。可是这一刻，却忽觉自己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恶战，都不及这一场惊心动魄。又是一刀袭来。这一刀的速度之快，难以用言语来形容。一玄抬刀想要防御，但这一刀却只是在虚空之中交织成了一张大网，飘忽不定。什么？噗！瞎子后退收刀，一气呵成。这一刀就像是一道没有任何花哨的刀光，缓缓地落下。这是什么刀法？一玄口吐鲜血，带着一种绝望的语气：“听风，听风刀法，好名字，多谢。”一玄重重栽倒在地，火光重新出现。郭宇想要冲出去，瞎子腰身一扭，旋风一般的反手一刀啊，直接将郭宇的手掌和木门一起贯穿。郭宇咬着牙，眼睁睁看着死神一步步靠近，阁下身手了得，是在下唐突了。今日这事就算了，牛二的债我不要了。郭宇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，我还有3000两银票。你跟我去票号去取，今日之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瞎子没有回答，用刀给出了答案。瞎子摸了摸满身的血污，无声叹了一口气。你这话要是早说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刀已出鞘，哪里还有和谈的余地了？瞎子摸了摸桌子上的一坛酒，那是他最喜欢喝的烈酒，里面有一股浓烈刺鼻的味道。外面的雪好大，比酒还浓，浓得化不开。天元12年，年关刚过，新年的钟声刚刚过去，可是镇子上却没有半点年味。10余日之前，有人血溅鸳鸯楼，包括郭县令之侄郭宇。25人惨死，鸳鸯楼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。有人留下一张纸条，上面只写着4个大字：替天行道。行凶者卖唱的瞎子李平安。李平安的画像传遍了大街小巷，10里8乡，官府出重金悬赏，一时之间捕快，镖人蜂拥而出。几天后，人们发现整日混迹于街头的大虎疯了。这个泼皮无赖终究还是遭了报应。豆腐，卖豆腐了，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小摊，还有熟悉的豆腐香气。王姑娘穿着一身棉衣，小脸冻得通红。在这场灾难之中，她幸免于难，知情之人全部葬身于那夜的火海之中，也再无人管她要债了。他像往常一样望着那个方向，只是再也看不见平日里牵着牛的人了。他知道李平安为什么要杀了郭宇，但是想不明白，为了自己值得吗？所以他想找他当面问清楚。还有这么大的恩情，自己要怎么还？可是现在他却得不到任何答复，只能静静的等待，等待着那个人有一天还会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崎岖的山路中，李平安牵着老牛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踩在雪地里，手中拿着一块冻了的豆腐，沾了一些冰茶。好吃，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天理正义，只是因为快要饿死的时候得到过一块热乎的豆腐，还有一个灿烂的笑容。豆腐咬上一口，感觉冬雪就要化开了一样，仅此而已。3月中的某日，空中忽然有几道春雷落下，紧接着春雨淅淅沥沥的落了下来。春雨贵如油，时而飘逸如丝，时而如惊鸿。哒哒哒，李平安牵着老牛在一处茶水滩前坐下，伙计端来一只大茶壶和一只大碗，替他斟了一碗茶。客官，打哪儿来？打来处来。
伙计一笑，李平安喝了半碗的茶，又递给身后的老牛。老牛噗呲噗呲的喝了剩下半碗。李平安从口袋里翻出15文钱，还剩下最后15文，掂了掂，轻不可闻的叹了一口气。以前看电视剧小说，哪里有大侠会被这些身外之物的琐碎所困扰的？人的一生都在为钱而奔波，因为这些钱才让许多人忧心忡忡。可有了钱，这些烦心事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总结一句话，有钱真好。李平安拿出吃饭的家伙，拉起了小曲。这首曲子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出来，潇洒磅礴，苍劲有力，二泉映月，等级驴经验5500，增加寿命，疏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祛湿暖身，听风刀法40，归西功60。听说了吗？左右死人了。这世道乱得紧，死2个人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听说是通缉令的马三刀来这边了，引来了不少捉刀人。给多少钱？活的100，死的50。2个茶客的交谈声落入李平安耳中。李平安抿着嘴唇，心动了。实际上他自己也是通缉名单上的人，有时候见悬赏令上的金额，都有一种想把自己举报了的冲动。李平安收起二胡，眼眸中出现了不太清晰的场景，只是如果光线太暗，便又什么也看不清了。落水城，人来人往，男人们忙着养家糊口，主妇们去集市上买菜，商贩们则聚集在街头。这座城市似乎并没有受到命案的影响，倒是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老伯，一碗馄饨多少钱？16个铜板，这么贵？李平安浑身家当加起来都买不起一碗馄饨。大城市果然不比小镇，一直是这个价。老板头也不抬地说，他原以为这个穿着破烂的家伙是来要饭的。最后李平安只买了2个肉包，要了一壶免费的热开水。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带着几分肃穆，几分宁静，多了几分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捉刀人小吴点了几个小菜和一壶酒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打量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所谓捉刀人，便是指那些由官府发放腰牌，专门靠捉拿通缉令上的犯人谋生的一种人。当年在马南山的时候，小爷我一个人面对岭南七怪，一挑七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小五正跟周围人吹嘘着自己如何了得，周围传来不屑的声音。年纪不大，牛皮倒是吹得呼呼直响，引来一片哄笑之声。小五冷哼一声，将捉刀人的腰牌拍在桌子上，同时掀开衣服，露出自己肚子上的伤疤。哈哈哈，我知道，这是你小子偷钱那回被你爹打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伤疤还在呢。众人又是一片哄笑，惹得小五小脸一阵通红。这时他的目光一闪，通缉犯马三刀从酒楼里走出来，慢悠悠地走在街道上。马三刀，小五揉了揉眼睛，虽然只是一个背影，哎，小五你去哪？这孩子不经斗呢。小五提着刀和腰牌，匆匆跑出了小店。通缉犯马三刀从酒楼里走出来，慢悠悠地走在街道上。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右脚先迈了一步，左脚才缓缓地跟上，看起来每一步都很吃力。受伤了。小五嘴角轻轻勾起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把马三刀抓回去，看谁还敢嘲笑我。马三刀绕了一圈，他的脚踩在满是小石子的泥地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最终走了一条街，拐进了一条小巷。小五翻到旁边的屋顶，悄悄地观察着马三刀。喂，出来吧。寒风带着马三刀嘶哑的声音。小五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稚嫩的脸庞露出恐惧的神情。唰，几道身影飞舞，就像是从黑暗中冲出来的幽灵，直奔马三刀。长刀带着出鞘的刀鸣之声，一声惨叫，长刀落地，一条人影飞出丈许之外，砰的一声摔在地上，瞬间一命呜呼。来者速度极快，可是马三刀的刀却更快，快得让人看不清他的动作，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小五屏住了呼吸，不出3息之间，小巷里便多了4具尸体。小五小腿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马三刀手中旋转着飞刀，面无表情。小五的心紧跟着悬了起来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突然间，飞刀骤然爆射而出，就像是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过，眨眼间就到了小五的身前，宛如一条闪耀的尾巴。小五下意识地低头，飞刀贴着头皮划过，不幸中的万幸。跑！小五现在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，在这个人面前，心里根本生不出半分反抗的念头。正想逃命，后腿窝挨了一刀，砰一声响，他整个人直接摔了出去。马三刀已然落地，站在100米之处的位置，玩味地看着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子。小五刚才还想要活捉马三刀的勇气，现在却荡然无存，吓得连尿都要出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。马三刀转头看去，这才发现角落里竟然还蹲着一个人，旁边还趴着一头老牛。李平安没想管这些闲事，便装作死人一般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小五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忽地大吼一声：快跑！
他是通缉犯马三刀，你去找官府。我拦住他，说着竟然持刀站了起来。马三刀冷哼一声，毛都没长齐的娃娃竟然也学会人家玩刀了。李平安神色微微一动，他从怀里拿出那张被他揉破的悬赏令，活的100，死的50。你是马三刀？马三刀瞥了一眼李平安，原来是个瞎子。小五刚刚升起的希望顿时破灭，竟然遇见一个瞎子，估计连衙门口在哪儿对方都找不到。李平安走近了几步，却还是看不清马三刀的模样。马三刀一看就是个瞎子，没太当一回事，反手一刀飞过去。李平安偏头，云淡风轻地躲过了飞刀。马三刀吃了一惊，沉声道：“阁下尊姓？瞎子。”杀人的时候，他才会称呼自己为瞎子。瞎子握着拐杖，上前一步，马三刀连忙向后退去，抬手又是2刀射过去，2刀直奔要害，快如疾风，又是在黑夜之中，寻常人根本应付不来。在刀光闪过的瞬间，瞎子头一偏，再次避开了一刀，同时挥动拐杖拦住了另一刀，一步跨出，还没等马三刀反应过来，便已来到了他的眼前。借着月光近距离去看马三刀，李平安的眼睛可见度仅在视线半米内，虽然模糊不清，但也能看个大概。又瘦又高，简直就像一根竹竿，长着一张马脸，跟画像上的人出奇的一致，真是马三刀没错了。做个交易。瞎子忽然开口，小五呆呆地看着瞎子，好厉害，你是捉刀人吧？我把他捉了，你拿去官府换钱，咱俩3-7开如何？瞎子没有捉刀人的腰牌，就是抓住了马三刀也白费力气，更何况他自己就是通缉犯。小五这愣愣的点头，好。马三刀脸色铁青，被人当着面交易，交易的对象还是自己，这让马三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。手一翻便多了5柄飞刀，5刀齐出，每一刀都是狠辣无比，带起一股凌厉的劲风。瞎子耳朵动了动，以拐为刀，刀锋一转，手腕一翻，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寒光一闪，带着凌厉的刀锋狠狠打在了马三刀身上。次日衙门，张捕头见了小五，怎么着？今又来干嘛？领悬赏。小五直接将五花大绑的马三刀带了进来。马三刀，活的。张捕头的表情出现了长达5秒钟的停滞，随后变得跟七彩阳光一样精彩。短短半天，马三刀被捕的消息便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落水城。消息一出，立刻掀起了一场惊涛的骇浪。马三刀在这一带已经徘徊良久了，衙门和捉刀人都对其恨之入骨，奈何马三刀一手飞刀，神鬼莫测，想要抓到他更是难上加难。可今天却被小五抓住了，这风头可出大了。小五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李平安，将衙门赏的100两全部给了他，说好的3-7开。李平安从中拿出3个银锭，我不占你便宜。不用，要不是大侠出手，我现在早就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。小五倒不是很在乎钱，更让他在意的是名声。现在街头巷尾谁不知道他小五的名字，这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李平安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拿着沉甸甸的银子便拉着老牛走了。大侠，我还不知道大侠尊姓大名，家住何处？小五忙叫住了李平安，叫我瞎子就行，我在城东的街头卖唱。李平安头也不回地说道：100两，按照这个时代的购买力，相当于现代的20万到40万之间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在落水城已经购买一处宅子了。不过李平安现在是通缉犯，买宅子的事情还是算了吧。2只烧鸡，4菜1汤，1壶酒，还有2大碗香喷喷的米饭，这是近1年来李平安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了。吃饱喝足，李平安决定今天给自己放假1天，一顿酒喝到傍晚，这才慢悠悠离开，找了一家能够彻夜的酒楼，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，又一次喝了起来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欣赏着落水城的夜景，虽然看不太清，可就仿佛置身于其中。李平安也不知道自己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，一个人喝酒多少有些无聊，闲来无事便拿起2胡，悠悠地拉了起来。叮咚，2泉映月驴6000，恭喜宿主获得药方生脉散，具有益气生津、养元气、宁气安神的功效。2泉映月是给李平安增加寿命、疏通气血，也就是俗称的打下基础。等级2则是提供各种内功，听风刀法和龟息功便是这么获得的。内功的修行循序渐进，都需要一步一步的修炼，靠的是平常的积累。刚开始修炼内功大同小异，就是如何培养体内真气，如何选择功法和经脉，如何克敌制胜，服用辅助内功修行的丹药，则会事半功倍。就像李平安修炼的龟息功法，就是将自己的精气神与气血之力牢牢地锁住，保存自身的能量和力量。爆发力越强，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大。一般来说，连续3次全力的攻击就会让他筋疲力尽。也就是说，李平安并不能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，一旦时间一过，他就会陷入虚弱状态。但是如果有了生脉散，他就能很快恢复过来。龟息功也会有很大的进步。生脉散的药方在李平安的脑海中浮现：木香9克，白芍、母参各12克，生龙骨30克，几味药一上一下，一升一降，一起用力，会使人体内的气机元运转起来，
内服中药水煎服，每日1剂，煎煮2次，分2次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平安便牵着老牛前往药店去买生脉散所需要的药材。一副生脉散的价格大概在20两左右，价格贵得要死。而且更令人头疼的是，这些药材根本无法在普通的药铺买到，接连找了4、5个药铺，都是一无所获。李平安摇了摇头，只能暂时放下了这个想法。他在一间客栈租了一间屋子，半年只要10两。李平安又加了2两银子，给老牛在客栈找了一个位置，吃喝自理。条件虽然称不上有多好，但总比睡天桥底下强上不少。老伙计，我们有住的地方了。李平安将草料倒进凹槽里，李平安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头。能让李平安感觉到愉悦的事情有很多，比如吃一顿佳肴，睡个好觉，或者好好活着。当一个人愿望很容易实现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快乐也会很容易得到。转眼便是2个多月过去了。这2个月里，李平安虽然没找到生脉散的原材料，但是靠着努力，终于将2泉映月的等级进化到了驴。同时，李平安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——气息锁定，有点类似热感应成像。现在他虽然看不清远处的人，但是只要有了气息锁定，便可以看见敌人的热成像。不仅是敌人，只要是活物，并且体内有温度，自己便可以看见他们的热成像。有些类似热成像望远镜，可以感应到更远的地方。气息锁定30，可以感应到10米范围内活物的热成像，并且李平安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姓名李平安，年龄23，寿命7，根骨反骨，功法归西功80，听风刀法70，技能气息锁定30，状态知名。早晨，李平安牵着老牛到了早市，李平安豪气的点了8个大肉包，2碗羊杂汤。从修炼之后，他的食量与日俱增。大侠，大侠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李平安很快就分辨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捉刀人小五。李平安咬了一口皮薄肉厚的大包子，我不叫大侠，找我。李平安停止了吃东西的动作，白事15钱，红事20钱，要管饭，还有我的牛，不是找您唱红白喜事，是别的事。原来自从众人以为是小五逮了马三刀之后，小五在捉刀人的名声中便声名大噪，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组织，现在都把他当成了香饽饽，委托越来越多。小五刚开始还被虚荣感包围，无比的开心，可是一看委托的任务，顿时就萎了。不是缉拿江洋大盗，就是抓捕邪教徒，要么就是调查妖兽袭人的事情。这些委托给小五10条命都不够做的。一开始还能找托词，可久而久之，一个任务不接，早晚会被人发现端倪。无奈，他只好找上了李平安。小五哀求道：“大侠，您就帮帮我吧。”不白帮，悬赏的钱我1分不要，全给您。李平安犹豫了一下，掏出生脉散的药方，这药方中的药材，你有办法弄到吗？小五看了一眼，这上面的大部分药材市面上一般都是买不到的，只能去黑市买。不过这个价格就要贵一些了。小五忽然想到什么，对了，这次有个委托人，便是落水城同仁堂的主人，这些药材他一定有办法搞到。李平安喝了一口羊杂汤，心中微动，生脉散的药材凭自己很难买到，如果真能跟对方搭上关系，想必会容易许多。落水，一艘巨大的宝船行驶在水面上，这个庞然大物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。公主，船快到落水城了。柳韵站在船头，看着水面，一言不发，但脸上已经有了一丝笑意。美人一笑，当真如人间绝色，就像是一块被水浸透的白玉，温润如水，宛如江水中的水妖，透着一股魅惑人心的魅力。贴身宫女方若小声道：“公主，我可听说了，最近落水城可不太平，我们要小心一些。我们又不在落水城歇脚，怕什么？更何况谁敢袭击皇家宝船？”方若左右看了看，又压低了几分声音：“公主，皇上病重，二皇子那边，奴婢担心他们会不怀好意。大隋历经已是8代，其中3代都是女皇，这一任女帝一直中意的继承人便是长公主柳韵。朝中谁都知道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柳韵将会在女皇死后接任皇位。只是如今朝中局势拨云诡谲，诸位皇子蠢蠢欲动，朝中大臣结党营私，各地军阀互相勾结，大隋早已是乱如一盘散沙。”柳韵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刚刚因为江边风景的喜悦，很快被沉重的心事冲淡了。这些药材确实不好弄，这样吧，价格我只要黑市的1半，完成这个委托之后，我再免费送你几包这些药。同仁堂的王大力看了一眼李平安的药方，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李平安一拱手，那就有劳了。王大力的委托任务是一个名叫刘波的逃犯，他曾在同仁堂工作，后来偷了同仁堂许多秘方，还打死了王大力的侄子，官府一直未抓到。王大力对其恨之入骨，便找来了捉刀人小五。没问题，王老板，这事
就包我们身上。我的人已经寻到这个刘波的下落了。刘波早年在鱼龙帮混迹，因为他武艺过人，刀法娴熟，官府捕快在他手上吃了不少苦头。正值晌午，太阳大得出奇。大侠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刀法？就是你那晚用的那招。一路上，小五嘴巴就没停过。李平安没理他，望着江面。根据王大力的情报，这个刘波就躲在江边。喂，干嘛的？两个甲士从东边走了过来。公主宝船就要到了，闲杂人等散开，无奈二人只好转头离去。公主的船要来了。李平安问小五，三步一回头，遥望江面，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？半个月前消息就传来了。哎，据说咱们这公主可是胭脂榜上的头号美人，也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幸得见天颜。李平安拧开酒壶，喝了一口。李平安又打开一个酒壶，凑到老牛嘴边，喝吧，老伙计。老牛尾巴一翘，十分的开心。钟鼓之声忽然在寂静的江面上响起，远处一艘巨船划破水面，卷起一道白浪。哇，好气派！小五感叹。李平安没有回头，反正自己也看不见。猫！老牛发出不安的叫声。李平安皱了皱眉，老牛不是普通的老牛，这点李平安早就知道了。老牛有一定的预知能力，从它的叫声之中可以分辨出许多东西。李平安转过头，气息锁定，暂时还没能够锁定这么远的距离。轰！小五的表情瞬间定格在脸上，巨大无比的宝船在一瞬间陷入到火海之中，一种紧绷而尖锐的气压在水中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扩散开来，形成了一片血红色的海洋，仿佛要把宝船一寸一寸地切割成碎片。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！公主乘坐的宝船炸了，整个江面都在剧烈的颤抖，宝船其中一头更是被炸得四分五裂，船毁人亡。走！李平安拉起还在愣神中的小五，转身要走。公主宝船遇袭，官府上的人定是宁可错抓1000，不可放过一个。他们刚才就在江边，肯定会被当成嫌疑犯。到了衙门，可不管你有没有证据，先是一顿杀威棒。如果幸运的，可能最后会被放出来；如果不幸，轻则牢底坐穿，重则小命不保。水里有人！小五忽然道。远处的水中似乎是有人在往岸边游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小五道。小五不像李平安。李平安两世为人，家演20余年，在市井街头长大，深刻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。而小五从小读武侠小说，听着江湖中的传奇故事，无忧无虑的长大成人，怎会懂得这其中的风险？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李平安松开了手，拉着老牛便要独自离开。他永远都秉承着一个原则，一切不该做的事就不做。站住！之前那两个军汉拦在了李平安面前，二人神色冰冷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两人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，任由他们宰割。炸船的刺客，瞎子！左边的军汉一挑眉，瞥了一眼同伴，同伴低声道：“瞎子也不能放过。”话音刚落，李平安手臂一翻，刀光闪电般划过两个人的脖子，瞬间鲜血如喷泉一般喷涌而出，二人顿时一命呜呼。另一边，小五已经将溺水者救了出来，是一个女子，准确的来说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。小五咧嘴一笑，英雄救美。这种剧情对于他这个经常看小说的人来说，简直不要太熟悉。女人趴在地上，吐出一些水，模样十分狼狈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女人傲人的胸口重重的起伏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待对方稍微缓和了一些，小五才开口询问其身份。柳韵迅速冷静下来，看了小五一眼，带我去找你们的太守。太守！小五微微一惊，他虽然智商不高，但也不是傻子。这女子一开口便要见太守，仔细一看这女子，才发觉惊为天人，绝不可能是什么普通的宫女。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小五的脑海中浮现，这人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公主吧？小五被自己的念头吓到了，紧接着便是激动，自己竟然救了公主。先不说荣华富贵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公主看上自己，对自己一见钟情也很有可能。这不就是小说中常见的剧情吗？大侠！小五转头寻去，哪里还能看见李平安的身影？只有两具军汉的尸首。小五刚跟柳韵离开江边，迎面遇见了一群身穿黑衫的壮汉，为首的是个黑脸大汉，身材高大，像一座黑铁塔，背上背着一把又长又阔的长刀。锦衣卫正好遇见了他们，小五忙凑过去：“诸位上官，公主宝船遇袭，这位是公主船上的人。”黑脸大汉剑眉一挑，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眼小五，随后目光落在他身后的柳韵身上。“你是何人？”黑脸大汉沉声道。“可还有其他人与你同行？”黑脸大汉又问。“在下捉刀人小五。”小五毫无防备地自报姓名。小五几乎要将李平安脱口而出，可忽然怔住了。对方不先询问公主遇袭的事情，反而问起了自己，而且神情镇定，似乎早就知道公主宝船会遇袭的事情。小五咽了一口吐沫，手暗暗摸到了腰间的挎刀，
可是他面对的是数名假扮成锦衣卫的杀手，就算是李平安未走，面对这么多高手，恐怕也无力回天，更何况是他。一道寒光划过，小五身子一僵，捂着喉咙，五官扭曲。就在众多杀手想要对小五身后的柳韵下手时，砰！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白色的烟雾猛然爆开，不好，烟里有毒！众多杀手忙退到数丈之外，小五倒在了地上，眼睛怔怔地望着柳韵消失的方向，估计他到死都想不明白。为什么自己会死得如此草率？他刚刚还在幻想迎娶公主，一步登天，在乱世之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。然而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。李平安回到客栈，脱了鞋就坐在了床上，背靠着墙壁，盘膝而坐，运转真气，收敛心神，补虚聚神。一闭上眼睛，再睁眼，天就亮了。一抬头就是一片阴沉。李平安走出客栈，见街道上多了许多军兵，时不时还跑过几匹快马。公主宝船被炸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京城，小小的洛水城竟然发生了这等大事。据说昨夜抓了许多人，洛水城都督府、兵马司、金吾卫、锦衣卫全部出动，都是从邻近的2个省紧急调来的兵马，只不过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能够统一指挥的人，各干各的，导致混乱一片。李平安为了老牛，一整天都待在客栈里，委托的任务也没打算继续去干了。虽然很想要生脉散的药材，但现在形势太乱了，稍不留神就会出大乱子。要是被当成叛党抓起来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第二天，李平安得知了小五死亡的消息，官府的人在江边发现了小五的尸体，还有2具军汉的尸体，自然而然小五便被当成了嫌疑人，与他有关的人，父母家人都被押送到了大牢，就连几个朋友也被一并抓了去。画像传遍了大街小巷，李平安把画像放在桌子上，听着周围茶客的谈论，心中无声叹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是同情还是惋惜这个跟自己一样的小人物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官府查得严，客栈也是3天2头地被翻个底朝天，时不时还要带走一批人。客栈老板为了保险起见，将几个常住的客人安排在了后院。李平安就这样花了一个便宜的价钱，租到了一个独栋的小屋，门口的花园还能种点菜，有事没事带着老牛在院子里转悠转悠。没过2天，别的租户都走了，整个院子就剩下李平安一个人一头牛。老板人不错，见李平安是个瞎子，便让他帮忙打扫院子，房钱就不收了，反正这院子也是放杂物的地方，有人住还能弄点人气，要不然老鼠什么的到处都把家具啃坏了。这天，李平安刚从外面买菜回来，就听老牛哞哞的叫着，似乎是出了什么事。老牛，你叫什么？老牛虽然在叫，但是声音中没有透着警惕，证明并不是有敌人。李平安走近一看，是一个人，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昏迷的人，门口有拖行的痕迹，看样子是老牛将这人拖回来的。老牛，你怎么带个人回来？还是个女人？李平安微微皱眉，气息锁定，能让这个人的热成像浮现在李平安的视线之中。好大，这是李平安第一个念头。热成像只能看见人的轮廓，而这个女人的轮廓显然是李平安见过最突出的一个。老牛，随便带人回来做什么？他受的是刀伤，一看就是个惹事的主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惹麻烦吗？哞哞哞。老牛拱了拱李平安，李平安疑惑，为什么一定要我救他？哞哞。老牛叫得很卖力，小尾巴不停地甩来甩去。李平安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老牛非让自己多管闲事，可老牛的预言总不会是坑自己的。之前能够逃脱官府和捉刀人的追捕，便多亏了老牛，所以李平安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便将后院的门重新关上，拖起地上的女人，很轻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。这是自从穿越到这20多年以来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个女人，想想也挺有趣的。李平安再将怀中的女人抱到床上，虽然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，但是从直觉上判断应该差不了。解开她的衬衣，便能察觉到身上的伤口，皮肉翻开，里面是一片血红，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桃花，看着凄惨，但都是皮外伤。忽然，李平安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视线，你醒了。半晌才得到一声回应，别动，我给你疗伤。好，交流的十分简洁，没有什么狗血的误会，没有一巴掌打在脸上，再大骂一句色狼，也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。李平安取出一些疗伤用的备用药，又随手拿出一根棍子，咬住，否则会咬到舌头。我不需要。李平安没有坚持，开始为女人清洗伤口。女人咬着嘴唇，这还是她从小到大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这般。堂堂一国公主，竟然沦落到市井街头，身旁连个侍卫都没有。要不是被这好心人救了，恐怕自己会命丧街头。只是可惜了那个将自己救出水的少年，日后再报答他吧。如果自己有日后的话。柳韵深吸一口气，脸颊滚烫，她的目光在李平安脸上扫过，忽然一怔，原来是个盲人。柳韵顿感轻松了不少，同时心底也升起一股感激之情。清洗好伤口，李平安开始往上面倒一些白色的粉末。柳韵娇躯忍不住微微的颤抖，咬紧牙关，额头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你听过一个故事吗？李平安忽然开口，从前有一根
根香蕉，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热了，便将衣服脱了，然后他就滑倒了。李平安讲完的半晌，柳韵才反应过来，这似乎是一个笑话，对方刚才试图通过讲笑话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只不过那平铺直叙的语气，再配上这样一个笑话，噗呲，柳韵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忽觉伤口也没有那么疼了，很快便进行到了最后的包扎环节。你这伤至少需要休养3个月，这几天尽量不要活动，有事跟我说。李平安将东西收拾好，多谢。柳韵由衷的说道。客气。院子里房间很多，李平安想倒腾出一个屋子给自己住，只是客栈的老板时不时要来院子里，李平安担心露出什么马脚，最后只好决定在房间中打地铺。晚饭，李平安买了一包酱牛肉，又炒了一盘菜，煮了一碗汤。柳韵百无聊赖的摆弄着李平安的二胡，动作很轻，似乎是怕碰坏了李平安赖以生存的东西一样。吃饭了，李平安推门进来，柳韵抬起头，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着光芒。麻烦你了。柳韵放下二胡，坐在桌子前，将双腿夹得严丝合缝。她之前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，不能穿了，身上只披着一件内服，还有白色绷带，露出里面雪白的肌肤，线条优美迷人得紧。可惜李平安无福，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柳韵拿起筷子，眨了眨眼，看着桌子上的饭菜，尝了一口，味道还不错。二人相对无言，柳韵似乎有些受不了这样的沉默，试图找一些话题，可惜都吃饭了。最后只好边吃饭边看着这个闷葫芦。从相貌上看，柳韵判断对方绝不会超过25岁，但脸上却带着一种饱经风霜的味道。他的身材并不魁梧，却给人一种刚毅的感觉。风吹日晒，流浪街头。原本李平安是很显老的，只是自从获得系统修炼以后，体内气血充盈，连带着皮肤也变好了，显得年轻了许多。吃过了饭，李平安如往常一样坐在外面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悠闲地拉起了小曲，仍旧是那首二泉映月。柳韵仔细听着，不由自主地被带入其中，没有衰怨，没有缠绵，只是把一生漂泊都淡然注入时光的尽头。回首往事，千回百转，却不再是落寞，而是一种久违的归宿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与安详。一曲终了，柳韵却久久不能回神，这是什么曲子？他忍不住问道。二泉映月只是小众的曲子，不出名。李平安淡淡道。阳光暖暖，微风打着旋。柳韵看着李平安，耳边回荡着曲子的旋律，优雅的翘起腿，白皙的玉臂撑住身子，给他平添了几分妩媚。接下来的3天，日子没有戏剧化的惊心动魄，反而是异常的平静，平静的像是普通的小两口在过日子。柳韵没有久居高位的架子，等伤好了一些，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比如洗洗碗，做些零碎的事。洛水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，暗地里却是风起云涌。李平安去茶馆吃饭的时候，听人说公主已经被炸死在宝船上了，尸骨无存，只找到了公主的贴身玉佩，看样子这大隋是要变天了。不过庙堂之高，那些事情不是李平安考虑的，他也没心思管那些破事。李平安正准备结账，忽地捕捉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那是同仁堂王大力王掌柜的声音。李平安心念一动，走了过去。王掌柜，王大力正跟几个友人喝酒，一抬头见是李平安，吓了一跳。之前他委托小五和李平安，结果阴差阳错误入了公主宝船被炸一事，小五因此被杀，家人也被牵连，这让王大力一度感到恐惧，害怕牵扯到自己。不过好在小五已经死了，谁料想竟又遇见了李平安。王大力赶忙将李平安拉到一旁。李平安道：王掌柜，这几天出了点意外，咱们的委托不知道还算不算数。眼看着风头过去了，李平安这才想起王大力嘱托他和小五办的事情。王大力诧异地看了李平安一眼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算数。王大力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点头。李平安淡淡一笑，那就好，还劳烦王掌柜帮我留心一下那人的行踪。没问题。王大力没想到李平安还挺有契约精神，不过他没太当一回事，毕竟李平安只是一个瞎子。他当初委托这个事情，主要是奔着小五的名声去的。小五能够生擒马三刀，想必也有办法对付他的仇人刘波。可谁想到小五竟然出了这档子事情，也怪他倒霉。那就先告辞了。李平安一拱手离开了。王大力看着李平安拄着拐棍离开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李平安刚回到家，忽的脸色微微一变，因为他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气息。客栈的老板，掌柜的，今怎么这么有空？掌柜挺着个肚子，正在小院里转悠，见李平安回来了，笑道：没啥事，四处转转。李平安道：不如留我这晚上吃一顿，不了，家里都做好饭了，去里面喝点茶吧。几盏茶过后，二人天南海北的聊着。掌柜的蛮喜欢跟李平安聊天，李平安见识广，也会说话，二人边喝边聊，足足半个时辰之后，掌柜的这才慢悠悠的离开了。待掌柜走后，李平安松了一口气，出来吧，人走了。呼，躲在暗处的柳韵这才钻了出来，她只披着一件宽松的外衣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胸前的扣子都扣不上，显然是刚刚在洗澡的时候
忽然听见动静，然后躲了起来。柳韵脸庞像是蒙上了一层光晕，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，妩媚中透着一股异样的风情，吓死我了。李平安微微皱眉，你洗澡吧。记忆，有时候柳韵真怀疑李平安不是个瞎子，伤口不能沾水，差不多都好了。柳韵说，伤势好吗？可却不敢随意出城，别说出城了，就连离开这个小院都十分危险。李平安确实感受到了柳韵的气息恢复得很快，已经达到了正常人的标准。他走过去，不放心地检查了一下柳韵身上的伤口，惊奇地发现柳韵身上的大部分伤口重新愈合，甚至已经长出了新皮。这才短短几日，差不多便已恢复如初。这对于柳韵一个弱女子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不过李平安并没有多问，每个人都有一些小秘密，他也不愿多打听。柳韵一张绝美的脸庞，此刻就像一颗红彤彤的水蜜桃，白中透红，透着一股莹润的光泽。虽然知道李平安看不见，可自己刚洗过澡，几乎是不着片缕，总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自在的感觉。明天我可能晚回来一些，晚饭你先吃。李平安说。好。柳韵乖巧的点了点头，一夜无话。柳韵第二天刚起床，便发现李平安已经不见了。桌子上有早就准备好的馒头和稀饭。入夜，城中的喧闹声被夜晚逐渐取代。成片的民房，有的房间亮着灯，有的房间里却是一片漆黑。自从公主宝船出事以后，洛水城便实行了宵禁管制，商船也不能通过，几乎所有南下的船只都被扣押了。刘波坐在一条小舟上，看着河水滔滔，不由得是一声长叹：“哎，老丈，你这船往哪开的？”刘波忽然发现了不对劲，划船的老丈压了压草帽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雇主说是要活的，如果你不想被我打断手脚的话，最好老实一些。刘波手摸向腰间的佩刀，警惕地打量着对方，见对方闭着双眼，愣了一下，随后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个瞎子。不过刘波却不敢掉以轻心，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，月色朦胧，忽明忽暗，拐杖如风般挥来，短刀瞬间被斩断，瞎子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，出现在了刘波的右侧，一拐将他打入了水中。同仁堂，王大力喝了一天的酒，此刻才觉得有些乏了。他倚在桌子上，叔父，叔父。恍惚之间，仿佛是看见了惨死的侄子，他心神一荡，手一抖，砰的一声，茶杯掉在了地上。管家急忙凑过来，老爷，老爷。王大力长叹一口气，王大力一生无子，唯一的侄子便成为了他的依靠。他这个侄子也天生聪慧，对于医药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。谁知道却在一次查药的晚上，意外发现了刘波偷取药方，害怕暴露的刘波直接杀了他灭口。事后，王大力不惜花重金请民间的捉刀人捉拿这个刘波，可惜刘波武艺高超，又实在狡猾，好多老手都在他手上栽了跟头。管家安慰道：“老爷莫要再伤心了，明天王家庄的人就要到了，有他们在，一定能生擒了刘波这小子。”王大力长叹一口气，希望如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大力刚醒，便得知王家庄的人已经到了。王家庄有些类似于刺客组织，但是与黑道不同，王家庄有着官府的认证，行事也在一定的法律限制之内。对付的对象也都是一些奸杀掳掠之徒，大多都在官府的通缉名单之上。这一次王大力专门请了王家庄的1名乙等，2名丙等，可是下了血本，只要能活捉了刘波，就算倾家荡产他也在所不惜。大厅内，王家庄的3人一身黑青袍，为首的30多岁的模样，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杀气，背后背着一把大刀，看起来十分的张扬。另外2个看起来就要年轻许多。王掌柜的好，在下满广。这2位都是在下的兄弟。满广并未起身，只是抱了抱拳，余下2人更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王大力神色不由得有些尴尬，3位远道而来辛苦了，我让人准备酒席，为3位接风。不必了，我们来这不是吃饭的。满广直接拒绝了，劳烦费心了。王大力客套道。满广说，刘波，鱼龙帮曾经的副帮主，一手旋风刀法，江湖上颇有名气，我们兄弟虽然有信心对付他，可是也要费不少力气。您说了吧，王掌柜的是不差钱的主，这个酬劳。没等他说完，王大力便抢先道：“放心，绝不会让3位兄弟白辛苦一趟。”说着，管家已经端上来一个盒子。满广身后的赵灵打开盒子，扫了一眼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打发叫花子呢？”这是王掌柜，我看你也没把我们兄弟放在眼里。王大力搓了搓手，干笑道：“那3位的意思。”赵灵笑了笑，笑得有些阴森。王掌柜这么大的铺子，1000两银子也不算什么。1000两。王大力表情猛然一变，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，坐地起价。王大力强忍着怒气，这1000两，我上哪拿得起这么多？满广微微一笑，王掌柜家大业大，朋友多路子广，1000两凑一凑不就出来了？不过我还是要提醒王掌柜钱好凑，
可这人却难抓，时间可不等人，万一这刘波跑得没了影，王掌柜大仇不得报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侄子？王大力狠狠瞪了满广一眼，最终只得无可奈何道：“好，1000两，我想办法。”满广三人露出得意的笑，他们来之前就已经打探好了，故意拖延时间，就是为了不给王大力别的选择。这时，下人忽然匆匆跑了过来：“老爷，喊什么喊？死人了！”王大力猛地将手中的茶杯摔出去，一肚子火气全发泄在了这下人身上。那倒霉的下人忙解释道：“外面有个瞎子要见您，说是抓住了刘波。”什么？哒哒哒，拐棍碰触在大理石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李平安扛着一个麻袋走了进来。王掌柜，王大力咽了一口吐沫，那麻袋里分明装着一个人，莫非真是刘波？王家庄的满广三人刚才听说有人抢先一步抓住了目标刘波，心里纷纷也是一惊，担心自己的生意被人给搅黄了。可一见李平安走进来，便更加疑惑了。瞎子！赵灵冷哼一声：“王掌柜，我看这瞎子纯粹是来捣乱的。”满广也不屑地笑了笑，刚才还担心这人是真抓了刘波，可此刻见对方是个瞎子，便知道这是一个来胡乱冒充，为了领赏钱的蠢货。王大力看着李平安，没有妄下结论，张了张口，却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李平安的姓名。李平安解开袋子：“王掌柜，人我带来了。”刘波从麻袋里探出头来，大口的喘着气。王大力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，还真是刘波。王大力强忍住激动：“好。”刘波忽然暴起，从嘴里吐出锋利的刀片，向李平安的喉管袭去。这变化太快，不给众人反应的时间，李平安却是头都没转，一拐杖狠狠地抽在了麻袋上。刘波惨叫一声，整个人都被拍飞了出去。李平安平静道：“王掌柜，咱们上次谈好的价钱，还有那几副药材，好说好说。”王大力疯狂点头：“在下明天晌午来取，便不叨扰了，告辞。”李平安言罢，转身离去。从他进门到离开，总共用了不到半盏茶的时间。王家庄的满广三人还未回过神来，人便已经走了。大哥，这小子……赵灵眼中闪过一丝杀意。1000两银子，那是多大的一笔数目，足够在京城买一栋宅子，娶个美妻，衣食无忧的过上一辈子。眼看就要到手了，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满广沉声道：“此人绝非常人，莫要有非分之想。”满广走南闯北多年，自然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该惹。